山海经中神秘动物惊现云南，数量十分稀少，还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。山海经中记述了一种鸣叫类的动物，字为牝母，意思是自己雌雄同体。一般来说，山海经中记载的生物都是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，但是最近在我国的云南就出现了类似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类。那么这种动物究竟是什么呢？今日有人在云南南滚河自然保护区中拍摄到了一只通体黝黑的动物，这只动物就是我国非常罕见的无腿兽。无腿兽的学名叫做熊狸，这种动物在东南亚有分布，我国云南也产。据说国内的熊狸只有不到200只了，属于高度濒危，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熊狸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2种动物，一是因为它们的行走时用脚掌着地，与熊十分相似；其次是因为平时总在夜间活动，遇到强光时眼睛会变成一道竖起的细缝，这一点又和狸猫有着相同之处，因此得名熊狸。熊狸有一条与它的身长一样长的尾巴，与黑熊极其相似，而这只尾巴就像熊狸的一条腿，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无腿兽。它的尾巴可以帮助它们缠绕在树枝上，从而完成倒挂这种高难度的动作。而且熊狸的尾巴还具有辅助攀爬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熊狸的尾巴还有着表达情绪的作用，它们会通过摇晃尾巴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不仅如此，它们的尾巴在睡觉时还能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。不仅仅是它们的尾巴令人吃惊，熊狸的脚踝也让人啧啧称奇。它们的脚踝可以进行180的旋转，以此来保持身体的平衡。与尾巴相反的是，熊狸的四肢非常粗短，爬树时总是慢悠悠的，让人看起来很担心。但实际上，它们的后肢非常灵活，而且有着锋利的爪子，可以帮助它们牢固地攀附在树上。熊狸还有非常可爱的一点，它们在开心时会发出像人类一样咯咯咯的笑声，但在遇到危险时，它们的毛发会因为紧张和愤怒而炸开。之所以说熊狸与山海经中记载的类十分相似，是因为如果只看外表，一般人很难分辨出熊狸的性别。雌雄熊狸的长相非常相似，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差别，即使是靠性器官来分辨熊狸的性别，也是无法分清的。雌性熊狸长有阴蒂骨，从外观上看，几乎与雄性熊狸的性器官一模一样。这种现象是猫科亚目遗留的原始特征。好在成年雌性熊狸体型明显大于雄性，所以人们基本上都会从体型上来分辨熊狸的性别。以前，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经常捕捉熊狸来当做宠物饲养。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，捕捉熊狸是非常容易的。他们利用熊狸常在夜间生活这一特点，在熊狸出没时用强光照射它们的眼睛。突如其来的强光会使熊狸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，只能抱紧树干，从而沦为人们的宠物。但是随着熊狸数量的不断减少，被列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后，对熊狸的肆意捕捉也少了很多。现如今，在广西南宁的动物园中，饲养过11只熊狸幼崽，但其中只有4只成活，其余7只都被成年熊狸食用了。熊狸虽然属于杂食性动物，但是它们平时的主要食物为水果。那么为什么熊狸会去攻击自己的幼崽呢？据相关人员对熊狸这种行为的研究，发现是被圈养的熊狸为了满足自身的能量需求，如果不攻击幼崽，就无法继续存活下去。而且熊狸也是一种胆子比较小的动物，长时间被圈养会导致它们的性格上有一定的缺陷，会患上某种心理疾病，才会对幼崽进行攻击及进食的行为。在野外生存的野生熊狸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熊狸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气味，它们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有着难闻的味道，而是散发着一种类似于爆米花的味道。那么熊狸身上的味道是来自于哪里呢？经过相关人员的研究，发现熊狸的尿液中含有一种 RAP 的物质，这种物质所散发出的气味与爆米花的味道如出一辙，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浓烈。它们会用尿液来标识领地，以此来警告其他同性熊狸不要入内。熊狸的身上之所以会长时间散发着这种气味，是因为它们在排泄时，尾巴经常会不小心沾到尿液，所以才会让人们认为是它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气味。目前我国所剩的熊狸数量大约在200只左右，已经处于高度濒危状态了。希望随着人们的保护，熊狸的数量可以越来越多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